你醒醒，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应元君，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了吗？我是想不来的，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，梦到你变成鬼来索我的命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不来此处解决这件事情，估计下半辈子都要做噩梦了。三界没有鬼，你不要再次胡言乱语。你没有见过鬼，难道就真的没有鬼吗？万一你以后变成鬼了，那我到时找谁去啊？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，这是天善殿刚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这仙氏身上为何会有汉丹清香？它难道是燕丹？怎么了？你觉得不好吃啊？唉，看来天善殿的厨子该换一换了。口气语态，既是他的样子，回音堂不会认错。可我如今轻装，绝不能问，也不能留他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离开？再这么胡搅蛮缠的话，我要是变成厉鬼，第一个找你去索命。你刚刚不是说三界之内没有鬼吗？鬼神之说只是无稽之谈，但是皆因心病而起。我现在看你这样郁郁寡欢的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不如这样，我拿个枕头过来，在地崖陪伴你，这样我心安一些，估计也就不会做噩梦了。当真和以往一般无赖，我随时可能毒发，如何护得住你？你若真是担心的话，那我便赏赐你个物件，把手伸出来。这是我自创的不离锁，入尘为开，破空为闭，如此你便安心了。我知道，你给我这镯子呢，是怕你火毒万一发作的话会伤到我，让我阻止你靠近我是吧？可是镯子可以防得住人，可防不住鬼哦。你这小仙怎可这般无赖？当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吗？放心吧，伤不到我的。我带了匕首护身，只要你敢靠近的话，我就哼。反正我这个人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一定要照顾你，让我变得心安。就算你是邪神玄香，我也不怕。玄香，玉元君，玉元君，玉元君。快走！快走！我不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千江有水千江走，不要！不要！便人生鬼魅，无我亦无畏，浊尘独自悲。哪怕一字有去无回，我该怎么救你？葬我真心于红尘。我该如何救你？可错过，可
用绝尘术把我给隔绝了，但声音隔绝不了呀。尹元君，你把自己关在地下这么久，是不是许久没有听到外界的事情了？要不要我给你讲讲？你想听军事啊、政事啊，还是八卦？我知道，定是八卦是不是？巧了不是？正好有个新鲜的。前几日有一对偷偷相恋的仙官被人发现了，他们为了不再分离，就双双跳下了无桥。哎，你说这天龟啊，真够迂腐，活活的害死了一对相恋的人。擅自跳桥者，乃天条重罪。跳桥者，堕出三界，心灵尽毁。虽说并非必死无疑，可幸存者也难免无力为心，只能忘记前尘，化为凡人，历经人世之苦。这么说，就算不死也会掉层皮啊！像我这样灵力低微的小仙士，若是跳下去，肯定就灰飞烟灭了。休要胡说！你若遵守天界律法，断情绝爱，就不会有那一日。要我说，你们上神怎么一个个这么古板，还怎么带领九重天进步啊？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？我不过调侃你几句嘛，你编出这些吓我干嘛？这是修罗王陵，创世之战后，他们已经在这里封印了10000年。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解开了你！我只是想挖个地道给你送药，没想到这封印这么脆弱。又来！何人如此倒霉？可知我刃魂剑重见天光之日，便是他命丧黄泉之时。修罗族尊主玄烨为害6界，已被诛杀。你为他佩剑剑灵封印于此地，已有屠戮之罪，你休得造次。刃魂只认宿主从不低头，除非剑断魂亡。你有重伤，估计打不过他，我去叫天兵天将来帮我们。应元君，你怎么了，应元君？紫血，你这是……
是我修罗族的后人，你为何在天界藏匿，和众仙同流合污，危害我族？你可对得起你体内修罗族的血脉？永渊不是天生仙胎，修习成为天界帝君的吗？怎么会是修罗族人？修罗族涂炭生灵，罪无可赦，除恶务本，以慰苍生。此女知晓了你的修罗身份，你还要护她性命？修罗血脉本就是我的罪孽，我绝不会因此牵累旁人。你都这般模样了，还这么倔强？你身负创世之战，殒灭了万千性命，满腹戾气，应当就此服罪。天地一变，正邪轮转，我倒是长眠够了。镇魂剑灵，今日脱离旧宗，易主归顺。应元君，你没事吧？我无妨。我本就是将死之人，正好和此剑一同远逝，这世间就再无修罗族之患。刚才那剑灵说你是创世之战所灭的修罗族后人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这不是你该问的事。没想到身为帝君，也有这样悲惨的过往。他定是自责身世，所以才如此克己复礼。这神树怎么了？怎么掉了这么多叶子啊5日之内，神树必将枯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快走。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呢？走。应元君，糟糕，又毒发了！定是刚刚救我的时候损耗了太多的仙力，好烫啊！还好我在天医馆找到了这些千年玄饼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从前在延续天宫，我盼着你有朝一日仙力尽失，让我好好捉弄一番。如今真的如愿，我却并不开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回到从前，你还是那个神通广大、日日欺负我的小人帝君。糟了，怎么结冰了？
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紫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一生我下穿越桥，山海无路万行中。惊觉相思不露，原来只因已入骨。折字戏里写的情不知所起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曾说，若有一日我犯了情戒，你绝不容情。如今一语成谶，若你知晓我心，真的会为了天条杀了我吗？应元君，你醒了？哎，别动别动，快躺下，躺下。你做了什么？这些是热水袋，给你暖身用的。你刚刚冰浴伤身，若是不拿这些热水袋好好的捂捂身子，等寒气逼到了你的身子里，你就没有办法痊愈了。那时候走都走不了，就变成瘸子了。胡闹！啊，小心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不就瘸了？让你不老实。你的伤势还未痊愈，不要再这样多动多闹的。若是你真的觉得很无聊，我们不如给这屋子取个名吧。早就听说应元君你文采斐然，恰好小仙平日酷爱诗文，不如我们比试一下。应元君应战。既然你现在想不出来的话，哎，算了算了，那我先来写。这字迹，哼！我果然没有认错，真的是你。我想到了，就叫诞神殿好不好？这个寓意呢，象征着以后在此居住的人都可以晋升上仙。这回该你了。九重天上，只有你胆大妄为，有如此性情。你怎么了，应元君？
你没事吧？你为何有伤？我没什么，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我晕厥前，他曾要渡我邯郸真境，这伤莫不是我所致？将死之人，纵是知晓你是谁，也毫无意义。我不能再伤了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要给我疗伤啊？之前与刃魂金灵相斗，把你的簪子弄断了，就当是赔偿了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把头伸过来。你带上它，日后受伤便可痊愈。我们才相识几日，你又是送我镯子，又是送我簪子的，莫不是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啊，去哪儿啊？屋子的名字还没取好呢。身书忌讳，地安荒颓，况如前景，不愿苟活。你最后用了谁起的名字？我在两个名字当中各取了一字，结合了一下。哪两个字？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凌元君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往后，苍生安宁你来守护，你的安康我来守护。一心向死之人，纵览美好之物，或可对尘世重新生出热望。都说邯郸之花沁人心脾，可御万物，既能闻到花香，又可以压制毒性，他应该会喜欢吧。
低压环境幽暗阴冷，不适宜草木系神仙修行。他常待于此，定有损耗。我终要身幸俱灭，唯能给你留下这一片寸光。应元君，你说真是奇怪了，这地崖一夜之间长出个莲池，而且里面开满了莲花。这屋子刚才还阴暗呢，现在一下阳光普照，真是一个好兆头。地崖阴气太重，植被不盛，怎会开出莲花？是真的，我不信，我带你去闻。来，这边，走吧。慢点儿。这幽香可真好闻啊，比起瑶池的莲花也毫不逊色，甚至更妙呢。应元君，你看啊，这荒芜的地崖当中都可以生出这么好的莲花，你也要更加有信心啊。香气熏人，惹人心乱。那我带你回屋吧。屋里闷，出来透透气罢了。死鸭子嘴硬，明明心里很受用嘛。来这边看看。前面这一片就是莲池了。应元君，这地崖早晚都会草木繁盛，生机盎然的。这么美的景色，若是你能够看到、感受得到，你一定会充满生机的。我看不见这景致，别再浪费你的口舌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能让你看到。应元君，你醒了。昨夜你给我喝的是什么？酒茗如愿，是我自己酿的。我希望你可以梦到一个美梦。昨天晚上，你梦到什么了？我并未做梦。并未，可我明明……明明什么？明明没什么。应元君，你怎么了？走啊！应元君，走啊！我不走。走啊！不！应元君！
施任何法术，你身体吃不消的。你放我进去，我可以帮你，应元君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应元君，开门，开门。应元君。应元君，别过来！你刚刚发作，我想帮你降温。不要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了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生辰已经过完，你可以离开了。可是我们昨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生辰过完就是你的重生之日，你为什么还要再撵我走呢？你若不走的话，那我只好自毁心灵。应元，这么久的时日，难道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你就不曾有一次动摇，想过放下那些执念，好好的活着吗？不曾。哪怕是为了我呢？更加不会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让我走，因为你觉得你要死了，你怕自己面对，你不想让我跟着你一起受苦。但是没关系的，我们像之前那样，可以吗？之前是我心软，对不起，让你产生了不该有的误会。我们之间的种种，在你眼里都只是误会吗？今日之后，我们永不相见。这是告别的礼物。你这些日子一刀刮目，就是为了做这个沉香炉。如今我只能做这么多了。这个香炉聊表我的谢意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。可是我不要的话，我们两个之间就不会两清。聪明如你，下棋若入死局，最好抽身离去，否则伤人伤己。你走吧。好，我走。可是我还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倘若有一日，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了，你是否可以认出我？我会。但不会有那日了。
会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。我不管，我就当是你答应了。若有一日你认不出我的话，我便会一脚把你踹下了无墙。终究还是走到了4局。若再贪念下去，受伤的只会是他。这次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你猜他在找什么呀？为了他，你真的要做到这一步吗？若真有剜心救人之法，定然凶险万分。我必须尽快修炼出白日人身。万一你执意要做傻事，我也好助你一臂之力。书上说，剜心之法须择日月同辉之日，将半颗菡萏之心置于法器浮玄鼎中炼化。这鼎，我记得就在这儿。颜丹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私盗法器是要上天刑台的重罪？我知道。快跟我走！我不走。今日若不是我当值，你就已经酿成大错了。芷溪，你能不能帮我这一次？这个对我很有用，你能帮我把它拿走吗？你要这鼎，究竟何用？你若是不说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好吧，那我告诉你，此事旁人不知道，姐姐千万要替我保密。其实我拿这个鼎，是为了应渊君。帝君？他不是去云游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还要从我发现应渊君开始说起。可是你在延续天宫这么久了，难道帝君听不出来你的声音吗？我施了法变了声，他自然听不出来，也认不出来。姐姐，时间紧迫，应渊君随时都可能毒发身亡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鼎救他。颜丹甘愿付出半颗心，怕是对帝君动了情。此事有违天规，若能救活应渊帝君，对我日后仙途有利无弊。更何况，帝君与我也有救命之恩。姐姐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你说剜心之举，并无性命之忧，是真的吗？是。拿去吧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还有一事。我这个不离镯断成3段了。我知道心灵手巧、仙法卓绝的妙法阁副掌事一定会帮我修的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吧。谢谢姐姐，那我先走了。
沉香里的安眠散，最多让应元君昏睡一炷香，必须尽快炼好解药。应元君，虽然你一直在赶我，可是我知道那都不是你的心里话。你的梦我都见过了，等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我。等那个时候，你发现我是颜淡，会不会吓一跳？你怎么能瞒着我们干出这么多傻事啊？又是万幸，又是天雷，你还能醒过来吗？恭喜帝君康复回宫！你竟还是做出了这种傻事。颜淡何在？颜淡他不知现在何处。帝君，妙法阁的芷溪仙子用半颗汉淡之心替您解了火毒。芷溪仙子为了救您，私盗法器浮玄鼎，现下正在天刑台受刑。帝君，是否前去看看？帝君，你终于复明了。若我当初勤勉修炼，早些白日化形，便不会让你独自一人剜心，更不会让你被天兵押上天刑台。你若有事，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。
严淡，你醒了。严淡，小黑鱼，我还是第一次在白天见到你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就带着半颗心死在天星台了。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剜星这么大的事，怎么都不说一声呢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你们都知道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上古一族没有那么容易死的，我们可厉害了。你看，我现在只剩了半颗心，我也能安然无恙地躺在这儿，享受你们的贴心服务吗？你得意什么呀？方才于墨带回来，你知道你那样子有多吓人吗？以后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知道了，我的老母亲，唠唠叨叨的。我去给你端碗汤喝。好了好了，以后我去干嘛都带着你，好不好？你这条小黑鱼，我可喂养了你上百年，我亲手把你养大的，不剥削你，让你孝敬我一辈子，我怎么舍得死啊？看在我也是你的老母亲的份上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什么老母亲？那你说，你为什么要替芷溪顶罪啊？唉，姐姐是为了我，才私自挪用法器的。我不能让姐姐替我去受罚。应院之呢？他现在可好？他人在哪儿？他回延续天宫了。太好了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心灵受损，心脉皆乱，既是剜心之象，又有雷刑之境。纵然所有证据都指向你，但我这颗心告诉我，绝不是你。芷溪，是你救的我。是我，为了帝君，芷溪甘愿做任何事。那你的声音为何与那时不同？帝雅初见，我知道帝君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你当时的窘困，我怕声音会暴露我的身份，所以才施法变换了嗓音。帝君，你可是怪我故意隐瞒身份，又自作主张的剜心相救。我只是不忍看见帝君就此身归混沌。这个不离镯虽然碎了，但这是帝君所赠之物，所以我又重新修补了一番，日夜都不曾离身。他手握不离镯，又对我与严丹的事知之甚多，到底是严丹授意，姐妹商议后的有意为之，还是芷溪冒名顶替？你说你叫于墨？是啊。是北冥仙君养在莲池里的一条黑鱼。是啊。
敖轩说你无缘无故的打了他，对于这一点你可承认呐？是我打的他，敢做敢当。哼，既然敢做敢当，那就受我3掌，闭门思过。打吧。元帅，他有问题，你怎么能这么简单就放过他？敖轩，今日他与我交手，发现他灵力强盛，绝非平常，且他早已化形成功。既然早化出人形，怎么此前的玄心崖没有人见过他？我怀疑他根本就是魔族奸细，有意潜藏。敖轩，化形之后为何隐瞒不上报？您要是问我，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。在玄心崖服侍的颜淡仙使，曾无意间将敖轩丢入池中，把我砸伤了。这一砸可不要紧啊，让我完全没有办法恢复人形。您可知道，那个是我恢复人形最关键的一个阶段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化成人形，然后我便心生自卑了，所以就没向您汇报。这确实是我的不对，但是如果您不信的话，您可以去问世云仙使。如果您要再不信的话，他和颜淡仙使还一同在这儿找过敖轩呢。敖轩，你砸伤过他？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原来如此，颜淡我可是见识过的。别说颜淡敢砸你，就是龙王他也敢砸呀。对，如此说来，你差点毁了他的修行，他因此打了你，情有可原嘛。他在狡辩。我堂堂东海龙太子，身负龙族神力，若他只是一条普通的黑鱼，怎么可能先于我修炼成人啊？玄心崖里除了我们水族之外，还喂养着其他灵兽。按你这么一说，大家都是魔族奸细了。怎么连你也帮他说话？因为本来就是你有错在先啊。就算他不是魔族奸细，他身份也一定有问题。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揭穿你的老底。哼，够了！玄心崖是什么地方？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？你们几个擅自斗殴，不知悔改，扰我清梦，统统受我3掌，然后都给我滚回去，闭门思过。任凭处罚。是。我也要受。怎么，你也想挨一掌啊？是。滚！芷溪和帝君坐在一处，真的好般配啊，好似从画卷里走出来的一般。是啊，芷溪为了救帝君，不仅弯下自己的半颗心，还承受了9道雷刑，真是太感人了。日后一定会留在延续天宫吧。虽然芷溪对帝君有情有义，可是天宫规定神仙不能相恋，唉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这位仙子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刚刚说是芷溪弯了半颗心给帝君？是啊，颜淡，你真的有位好姐姐，全宫上下无不感激她相救帝君呢。
只怪芷溪仙法不精，没能将这几道裂痕修复完整。帝君可有什么办法，能将这部力拙恢复如初？过去茅屋中，你并不唤本君帝君二字。当时帝君并不知晓我的身份，那一隅之地也别无旁人，地位尊卑自然有所淡化。而如今，帝君已归位，